作为每年下半年的首个国际 A 级车展，成都车展可以说是金九银十汽车销售旺季来临之前的预热，其在汽车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国内新能源势头很猛，反映到本届车展上，确实新能源占绝大部分，很多重磅新车也集中亮相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不少传统豪华品牌都默契的没有执着于新能源车，而是推出旗下优秀的燃油新车应战。其中有一位重量级玩家，全新林肯飞行家直接全系标配 3.0T V6 加 10AT， 这在当下的车市着实是一股清流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对消费者来说，燃油车在特定领域和场景下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。在很多车企在用小排量凑合用降低成本的时候，林肯飞行家仍在坚持排量即正义，气缸是底气。有车企愿意更新燃油车，特别是大排量燃油车，非常值得肯定。所以这期品牌故事，咱们聊聊林肯，这个拥有100年积淀的汽车品牌，也是目前国内最钟情于大马力魅力的车企之一。人们总是会更坚持于自己所擅长的东西，林肯大抵也是如此。说个冷知识，全球几百家车企中做飞机引擎起家的只有3个，他们分别是欧洲的劳斯莱斯、宝马以及本期的主角来自美国的林肯。时间回到1917年，汽车精英亨利·利兰，他拿到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政府订单，新办了自己的公司，以对林肯总统的敬仰为由，将公司命名为了林肯。而第一笔订单就是生产飞机引擎。1918年，美国一共生产了超过16000台 Liberty 发动机，而林肯交付了6500台，并且全部是输出400马力的 V12 版本。可以说，飞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林肯品牌的根本原因。飞行基因也深深刻在了后来几乎每一台林肯汽车身上。1920年，一战结束后，林肯公司停止了飞机引擎的生产，转而发力豪华汽车领域。林肯在汽车上的成名首作是发布于1936年的 Zephyr， 中文可以翻译为微风。车如其名， Zephyr 外观设计就像风一样飘逸灵动，非常的大胆超前。因为它是世界首款模仿飞行器采用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汽车，开创了低风阻流线型车身设计的先河，在全球汽车工业领域具有革命性地位。1938年 Zephyr 基础上设计的另一款重磅车型 Zephyr Continental 诞生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林肯大陆。简洁而充满未来感的车身风格被视为美国汽车工业中不朽的设计。20世纪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弗兰克·劳埃德·赖特也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汽车。几十年间 Continental 经历了多次迭代，经典的莫过于1955年量产的 Continental Mark II， 它为汽车的外形设计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，拥有较低且纤长的车侧线条，为当时的豪华轿车设定了全新的标杆，更成为了全球各地设计师们的灵感之源。哪怕是现在，一眼看去，你还能从它身上找到很多车型设计的影子。当然，如此在设计上别具一格的林肯也受到了很多名人的青睐。从1939年开始，林肯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总统和其他知名人士的首选豪华轿车品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柯立芝、罗斯福、杜鲁门、艾森豪威尔、肯尼迪、约翰逊等总统都曾选用林肯作为专属座驾。总之，飞行基因的加持让林肯成为汽车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存在。目光拉回到现在，汽车市场早已百花齐放，明星车型数不胜数。细化到林肯身上，哪款车型更能代表林肯呢？或者说，如果你现在想买一台林肯，哪一款才能具有林肯的灵魂？有人会说大陆，林肯的传世经典之作，但很可惜国内暂时买不到。有人会说最大气最宏伟的大佬座驾林肯领航员，它不乏美式大车那种气派，在各种豪华元素的加持下也显得分外高贵，让人联想到拉斯维加斯的那种纸醉金迷。而我觉得从名字就承袭了林肯初心飞行梦的林肯飞行家，几乎全方面继承了林肯该有的基因。别忘了前面说过，飞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林肯品牌的根本原因。对于这样一个品牌，你总要期待它的产品线中至少得有一款叫飞行家。更何况飞行家还有个霸气的别称，叫做陆上专机。它的外观设计很优雅，和当年的 Zephyr 一样，灵感来源于飞行器，通过简洁而流畅的线条来表达飞行家独有的飞行姿态，极具优雅与力量感，以确保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展现出飞行家独有的气质。哪怕轮毂样式都取自于飞机发动机涡轮的设计。
整体看上去就和它的名字一样，仿佛车子在静止时也有一种随时起飞的动感。5080乘以2022乘以1759毫米的车身尺寸，3025毫米的轴距，以及整个车身采用了短前悬、长后悬的设计手法，视觉中心有所后移。这种迎风向前的自信姿态，就是大气之道的最好诠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新飞行家还配备迎宾感应系统，靠近车辆时，空气悬架按照从车尾到车头的顺序下降35毫米，同时点亮大灯、迎宾灯、迎宾毯，配合降低姿态的车身，就像中国古代的扶手礼，带来尽显身份尊崇的上下车迎宾送别体验。启动后，车身升起50毫米，从容启程。试想一下，开着这辆车驶入商务巅峰会议的举办酒店或会展中心，一路上气场全开，分分钟就能成为全场的焦点。从容抵达后，车主从下降的迎宾系统上下来，真的豪华与优雅并存。至于陆上专机的另一种具象化，则是乘坐。林肯打娘胎里出来就专注于高端领域，毕竟拿总统先生的名字做品牌之名，档次可不能低。于是美式豪华典型的大沙发装修风格成为标志，甚至在19世纪50、60年代，林肯车型就率先配备了座椅电动调节、中央对开门，随后又开创了全尺寸豪华 SUV 的细分市场。所以这次全新林肯飞行家的惬意体验从坐开始，挑不出一点毛病。先看后排，得益于超5米的车身和3米出头的轴距，后排有充足的空间布局座椅形式。你可以选 2+2+2 6座有通道， 2+2+2 6座带中央扶手，以及选 2+3+2 7座无通道，总计3种布局。并且第二排标配一块 5.8英寸触控屏，让第二排乘客也可以轻松调节空调、音频、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等设置。个人更喜欢 2+2+2 6座有通道版本，因为它的第二排座椅具有独立的空间，让乘客有更高的自由度。功能上也提供大角度的椅背后仰，支持单独的前后调节，更像是 MPV 的感受，宜商又宜家。如果商用更多的话，则建议选6座带中央扶手箱的版本，你将体验到独立机长座的舒适体验，也能为你和客人保持更舒适的社交距离。至于前排座椅，配备同级最多的30项电动调节功能，5种按摩模式，3级强度，通风加热记忆一应俱全，打造量体裁衣般的舒适。对了，必须强调的是，宽大舒适的座椅是美式豪华的特征之一。飞行家全系座椅均采用半苯胺真皮及细粒面高级皮质，由 Trevino 出品，等级最高的北美洲公牛头层皮，坐感细腻，在抗污耐磨的同时，也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安心愉悦，惬意舒适。在隔音设计和静谧空间打造方面，不得不承认林肯飞行家是天花板级别的。它采用了100万级豪车才有的引擎舱双层隔音墙设计，阻止发动机噪音传入车内。同时，全系标配 ANC 主动降噪系统和声学降噪玻璃，32个声学包覆盖全车超过90%的面积，就像给车带了32伏降噪耳塞，有一种繁华之处寻一抹静谧的从容感。用头等舱3个字来形容，丝毫不过分吧？一台车除了坐的舒服，更要开的舒服。为了满足驾驶者自信驾驭、从容驰骋的心境，林肯为飞行家准备了一套同级别最强的动力系统。3.0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70千瓦，最大扭矩575牛米，配备10AT 变速箱。看到这儿，肯定有电车派不理解，但引擎派一定燃起兴奋。记住，这台车叫飞行家，是贴地飞行的陆上专机，要的是千里奔袭，优雅从容。而充足的动力储备才是优雅从容的底气，特别是那种高速再加速、源源不绝、积极充足的动力。电动机的纯快在 3.0T V6 双涡轮的绝对实力面前显得苍白单薄。另外，全新飞行家采用了纵置后驱平台，前后比重50:50，拥有适时四驱系统，提供了5种驾驶模式，并全系标配了双腔空悬和 CCD 自适应悬挂。沉稳的底盘更带来贴地飞行的稳定性，高速时开得更稳，越野时通过性更好，颠簸时乘坐舒适性更好，叠加优秀的 NVH 表现，这就是优雅平稳的陆上专机。进入车内，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块醒目的27英寸 4K 高清全景屏，如地平线一般贯穿整个仪表盘。
内置了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，具备 5G 网络连接，并且主副驾可以分屏显示，可同时进行车辆控制和娱乐功能。前风挡显示面积达17寸的 HUD 抬头显示，让驾驶者能像飞行员一样，在注视前方时也能接收关心信息，稳定飞行。最特别的是，飞行家在智驾方面的全面超乎想象。它采用潜艇界高强度钢，用料拉满，全系标配 Copilot 360系统，集成20多项主被动安全功能。具体到智驾上搭载的 Blue Cruise 的系统，主要基于 L2+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开发，能应对一般拥堵、长距离巡航，抑制车道偏离。实际的体验过程中，驾驶调性更像一个稳健靠谱的老司机去靠拢，保证足够的安全跟车距离。对于插队、变道等，也能采取循序渐进的刹车力度，并不会太过于激进。在传统豪华品牌当中，实属头部梯队水准。最后，对于这台全新林肯飞行家，我觉得它是一台很有想法、内核笃定的车。在眼花缭乱的新能源时代，他明白自己作为100年豪华品牌，哪些东西必须坚持，哪些又必须改变，这是个取舍的难题。好在飞行家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没有盲目跟风，保留了美式豪华不可缺少的大排量发动机、稳重的底盘、舒适宽大的座椅。而面对用户不断更新的科技感配置需求，又很好的在内饰和智能上找回平衡，优雅于表，从容于心，自在于车内。总之，无论你是追求大马力的快意，或钟情传统豪华有机电的质感和情怀，又或者偏爱与时俱进的智能氛围，在这台陆上专机上都能找到选择的理由。欢迎登机，人生飞行家们！